係講網友嗱，呢條片係講，即係我好客觀嚟睇，終於我認為俄烏戰爭過咗個 turning point。點解呢？呢個就係肌膚泛紅、乾燥，唔知點算好。Ground Plan 保濕噴霧帶你感受微米級雲朵水霧嘅溫柔包覆，85%嘅甘麗梅萃取，瞬間擊退紅腫敏感，搭配療癒薰衣草香，保濕舒緩一次到位，令肌膚重現水潤透亮。仲唔快啲行動？咁優質又咁抵嘅產品，梗係快啲嚟俏貓貓超市度買啦！係啦，呢個 Ground Plan 咧係一個好出名嘅牌子啊，因為佢係嗰個 Blackpink 嗰個嘅化妝師啊，呢個係專用嘅，呢個係御用化妝師專用嘅，尤其是個氣墊係買到冇得賣嘅，大家睇下呢個有咁多產品啊，呢個係韓國嘅 Premium 牌子嚟嘅，而家全部九折，全部九折。最出名就係個氣墊啦，個氣墊有4重喎。就係一個叫 Ruby Cell 均勻釋放粉體貼住肌膚，第2層防水膜鎖住粉體冇滲透，第3層海綿層攤薄個粉體唔好太過重啊厚啊，第4 Ruby Cell 最後貼膚一層，等佢均勻嘅，呢個係輕擦氣墊噴撲咗上去，然後輕輕拍，咁咧就有需要遮瑕或者補水嘅位置，如果重複疊加，呢個就係嗰個出名嘅氣墊啊！好啦，講呢個俄烏戰爭啊，我覺得係過咗個 turning point。點解呢？我哋講下而家烏軍嘅優勢喺邊度？終於係有幾樣嘢就係貼咗個 balance。俄羅斯本來預備發動呢個夏季大攻勢咧，春夏大攻勢咧發動唔到。喺呢一個春季，結果咧。呢個 turning point 係有呢個證實嘅領土增加翻轉頭。2026年2月喺南部戰區壓制防線，3年內第一次領土收回多個唔見，呢個就係長程打擊超前。3月份烏克蘭發射嘅長程自殺式無人機超越咗韓國嘅發射量，壓住咗韓國。防空過載，俄羅斯被逼喺3月攔截7300架烏方嘅長程無人機，呢個已經打到俄羅斯防空系統咧係冇辦法抵抗。而我哋發現俄羅斯無論喺人口或者高精密武器咧，已經開始冇辦法支持。呢個個前場呢個係個戰場形勢，主要就係烏軍喺呢度反攻，俄軍嘅主要攻勢喺呢度，但係冇乜進展。烏軍喺呢度節節反攻緊。2022至24年呢，仲係打緊傳統嘅消耗戰嘅，好靠火藥。西方軍門個打擊咧，大部分係靠火炮射程。一炮火炮射程咧，你就大鑊啦，因為俄軍嘅火炮多過你好多，火炮打到20公里。而家咧，你火炮冇乜用啊！因為雙方嘅距離唔止20公里啊，用無人機撐住，火炮幾乎打唔到。指揮通訊呢，以前係無線電設施混雜嘅，戰略目標喺前線陣地消耗同拉鋸。而家嘅不對稱作戰呢，係靠頻寬、演算法、在地化嘅產能。再唔係西方軍援最犀利嘅武器，好犀利嘅。烏克蘭自己做嘅係有100公里嘅 FPV 死亡地帶，根本呢啲坦克車衝唔到過去。呢一個係炮都打唔到。指揮通訊呢，就因為有個星鏈白名單制，俄羅斯嘅指揮通訊係完全落在下風，而且呢，佢係炸到你波羅的海嘅現金流、後勤、武器庫、煉油設施、海港癱瘓。2026年戰爭範式嘅根本改變就係我同大家講啦，佢終於咧整咗自己一個自製武器嘅供應鏈出嚟。即係點講呢？佢以前咧初咧完全係靠呢一個西方輸入武器啊，咁佢啲人都冇嘢做，咁而家咧
呢一個歐盟咧就變咗俾錢佢，經過幾年摸拍滾打咧，佢啲人橫掂都失業，咪轉咗做武器咯。有一條好完善嘅供應鏈，呢個就係，而且由單純防守轉成重心打擊，可以打到3000幾、4000幾公里以外。而俄羅斯因為個領土太過寬廣，對於無人機咧係難以抵擋嘅。人哋低空滲透入嚟咧，你係冇得抵擋嘅。因此去到好遠嘅地方咧，都受到襲擊。產能革命意識到西方軍援咧隨時受政治庫存影響，於是建立咗全套軍工供應鏈。嗱，呢個烏克蘭一向係重工嘅，俄羅斯好多軍工咧都係烏克蘭嘅，咁所以佢哋要做呢啲嘢咧唔係咁困難嘅。自己做咧就確保平好多啊！戰爭長期嘅持續性唔使運嚟嘅。咁佢又做，俄羅斯又做，咁點解佢做贏俄羅斯呢？呢個就有個分別，就係呢，烏克蘭咧可以喺歐洲買入好多元件啊！佢嘅元件嘅零件係齊備過俄羅斯。俄羅斯咧因為受到制裁咧，基本上都要向中國買。咁中國咧唔會為你改造。結果咧，佢整咗個無人機海出嚟。2026年有幾多架無人機咧？700萬架，700萬架無人機，犀唔犀利啊？一日2萬架，呢個唔係簡單嘅數量堆砌，係戰略空間嘅重新定義。咁嘅數量，成場仗打得唔同，根本前線陸軍基本上冇乜用，基本上冇乜用。空中防禦嘅奇蹟。3月單月攔截，俄羅斯攔截咗佢7600架，攔阻俄羅斯號稱7600架防空系統，呢個烏克蘭攔咗防空系統高效化，佢係擋到俄羅斯嗰啲無人機，係用乜嘢呢？係用 FPV， 我陣會同你講呢個 FPV 無人機空中防禦係用。無人機破咗無人機，好啦，然後佢就做咗呢種火烈鳥長程巡航導彈出嚟，射程3000公里，性能對標戰斧嘅，可以打到聖彼得堡啊！研發機構以火點公司就主導嘅，呢個係最大鑊嘅，佢就好平，呢啲咧真係幾10萬8萬一碌嘅啫，而佢係足夠打噶啦，已經係。自主權提升，避開政治干預，射呢啲咧唔使理盟友，自己去炸邊度都得。核心模組全部國產化，或者嗰啲主要嗰啲電子元件啊，最難嗰啲電子元件咧就喺歐盟買嘅。利用民用採購網建立穩定嘅供應關係。好啦，呢個好重要嘅一個，我都同大家講過。點解個戰場逆轉呢？就係呢個係。SpaceX 行咗呢個白名單同埋 Geofencing 呢個就係嗰個重獲2020級別嘅信息不對稱優勢。初咧就係佢哋烏克蘭咧俾你打到冇晒電信，咁於是咧就用呢一個呢個 Starlink 啊，咁咧就係俄軍咧就開始咧。就係買一啲 Starlink 嗰啲天線翻嚟，喺前線雙方交集㗎。俄軍又用 Starlink， 用 Starlink 嘅好處係點呢？好難干預嘅，非常難干預嘅，因為佢直線傳播嚟嘅，好難干預。咁於是呢，俄軍呢，因為呢個俄羅斯呢，就將嗰啲 Starlink 咧擺咗喺無人機上邊。就打死咗烏克蘭啲平民，烏克蘭咧就向呢一個Starlink 投訴咧，Starlink 咧就整咗個白名單制度出嚟，即係咧每個月啊呢一個呢個烏克蘭咧就報俾俄羅斯聽，下邊呢啲天線係我嘅，唔係呢啲咧你就唔好俾佢通訊。於是俄羅斯數千台嘅走私 Starlink 全部失效，要翻去用 RS-30M 衛星系統。
前線嘅 communication 陷入一片混亂入邊，因為咧你用其他無線電嘅傳網咧係會俾烏克蘭干預嘅。而早一兩年俄羅斯入在前鋒咧，就因為佢用電子戰干擾烏克蘭嘅啲無人機。而家咧又發明咗一樣嘢叫光纖導引無人機，掹一條光纖嘅，好幼嘅啫。傳統電子干擾對物理光纖完全無效。烏克蘭應用光纖嘅咧提升到30%至50%，我都唔知條光纖咧可以掹到咁遠嘅喎。嗰條光纖咧係可以掹到幾十里嘅喎，呢個係精準穿透俄國嗰個電子戰嘅防禦圈，用光纖呢個就係通訊壟斷，抉擇提速 Starlink 白名單 ，Starlink 寬頻連線，因為 Starlink 係可以你直接同嗰個衛星聯繫，咁於是咧佢變咗係一個加密嘅通訊嚟噶嘛，人哋唔驚人哋偷聽，同埋咧可以講好耐噶嘛。同埋咧有呢個 feedback 咧實時嘅戰場數據，然後用 AI 輔助決策，揾到對方喺邊，通訊即時打擊。因此個決策速度咧遠遠高於對方。俄軍咧2026年2月呢一個係白名單制，走私終端機失敗，攞翻用傳統嘅無線電，頻寬受干擾，指揮混亂。佢可以咧，俄軍咧有幾個人咧叫咗佢上前線，然後個通訊唔到，冇人唔記得咗佢喎，冇飯食1-2個禮拜都得喎。好啦，嗱，無線電導引咧係極容易受電子干擾嘅，而且佢啲光纖導引無人機係干擾唔到嘅。然後最後咧飛近你嗰陣時咧，佢就因為你會干擾佢咧，佢就唔係用軟體替代人力。用$70美金一個嘅 AI 視覺模組嚟到打你，嗰個模組咧佢記住咗邊啲嘢應該打嘅 ，auto tracking 打擊成功率飆到80%，乜嘢樣嘅佢認得你嘅呢個係。好啦，第二，擺脫對王牌操作員嘅依賴，將 IT 人才、工程師整合，普通士兵受訓練，呢個咧就訓練咗好多識打機嘅人出嚟，唔使專家去打。個產能殺傷重心，目標年產400萬至700萬架，將死亡地帶最近嘅死亡地帶100公里，你入唔到嚟嘅，咁個炮打唔到喎，呢個就係。而且咧個後勤無人化，用機械人、機械狗替代地面機械人，去嗰啲高風險地方補給同救人。大量減少人才嘅損失。好啦 ，Drone Line 操作員工業化，將 IT 人才、工程師前線戰力完美整合，整咗一套教學出嚟，訓練咗好多人係識得用無人機。呢個就係無人機戰隊，呢個就係呢個$70美金，極低成本嘅 AI 技術一用呢套嘢咧，就好容易發揮，係 Fourth Law 呢啲新興公司研發嘅。後勤嘅無人化同人力資源優化，喺前線呢度打仗嗰啲風險好高嘅地方咧，冚唪補給運走啲人咧，全部係無人機械嚟嘅。然後咧嗰啲負責指揮打仗嘅人咧，佢好似8小時返工喎。放工夜晚有人輪夜班咧，出去門口飲杯咖啡喎，佢哋匿埋喺後邊同你打喎，呢啲人係好安全喎，唔會損耗呢啲人喎。喺前邊就用 FPV 無人機火力同你打，中間危險地區就用機械人嚟到運送啲嘢，然後嗰啲人安全匿埋喺後邊。俄軍好明顯嗰個高級嘅武器係越嚟越少，俄軍嘅轟炸節奏明顯下降。呢個係2024每個月平均打幾多導彈，而家打得咁多，佢生產唔到啲導彈出嚟於是佢就變咗咧，佢唔可以日日打啦，
一個禮拜打幾日集中，因為飽和式令你嘅防空制度守唔到，佢只可以幾個 burst 幾次，一個月大概打唔到百幾粒導彈啊！以前一日都打百幾粒導彈，係兩種截然唔同嘅戰爭商業模式。烏克蘭咧靠科技同研發領前，好快變嘅。如果你一變招咧，佢嗰啲無人機咧迭代好快，因為用軟件，極低人力消耗啊，高價值技術資產打你嗰啲戰，然後咧遠程打你嗰啲後邊嗰啲煉油廠啊、港口啊啲咁嘅嘢啊，高頻率低成本嘅精確打擊。俄羅斯咧靠傳統重工業啊，同人口多，而家傷亡去到120萬人，死人超過30萬。前線固定防禦冚唪唥係呢啲嘢。佢點打呢？而家佢嘅打法就係用滑翔炸彈同埋間歇性飽和轟炸。佢唔可以飛近啦，佢就用啲炸彈呢係精準滑翔炸彈嚟打你。俄軍死咗120萬人。而家最大嘅問題咧，俄軍每個月招募4萬幾個人，45000個人，招募唔到。佢每日前線死1000幾人，死3萬幾人，佢招募唔翻咁多人，嗰啲質素咧越嚟越差。佢已經做唔到咁多精密武器，所以導彈越嚟越少，就係用廉價高產量嘅滑翔炸彈同埋噴射無人機。想用數量嚟抵抗呢一個精確度嘅不足。好啦，唔對稱嘅兵器譜，烏克蘭係用火烈鳥 Flamingo， 每個成本極平嘅射程3000公里。佢用高價嘅巡航導彈 KH-101， 整下冇。佢用攔截無人機呢個 Sting 就係 First Personal View 嘅無人機，$1000美金嘅啫。佢呢個攻擊無人機，佢呢啲咧唔係100萬美金，佢呢個係大概係幾萬蚊美金嘅價啦。佢$1000美金嘅價。前線咧用光纖導引嘅 FPV 無人機，佔咗30-50%，干擾唔到。佢咧就用裝甲用運兵車同坦克衝前去打，結果經常俾人打咗啲咁昂貴嘅嘢。而家嘅戰略升華咧係頻寬加算法加供應鏈嘅敏捷性。烏克蘭正將自己轉化為全球最大嘅戰爭實驗室，喺資源絕對唔對稱嘅情況之下咧，以極低嘅獲客成本打擊核心現金流。但我講俾大家聽。佢而家前線基本上就靠呢啲無人機打，而啲無人機大部分就係佢自己做嘅。你減少導彈攻擊佢，佢就唔使咁多愛國者導彈，然後用無人機打你嘅無人機。而佢哋因為佢哋個軍工咧就集中晒喺無人機，嗰啲元件咧就從歐洲買。你有咩招數咧，佢就立即改，係迭代得好快，喺一個大嘅實驗室。終於俄羅斯落下風入邊，拒絕無效護膚，微刺感就係肌膚甦醒嘅絕對信號。Dr. Bargo 微針精華顛覆膚質，重塑無瑕透白，突破極限，蘊含99900條專利積雪草精華微針，強勢打開基底通道，秒速擊退泛紅粗糙。想拯救肌膚？潮貓貓超市全線有售。係啦，嗱呢隻咧係 Dr. Bargo 韓國最出名嘅微針嘅微針，有100針有400針嘅大減價呢個月，100針嘅咧888蚊啫，你又鋪落去，咁啲嘢咧嗰啲積雪草咧就會滲咗入你嘅皮膚入邊嘅，呢個係400針都138蚊嘅啫，大家多多支持。韓國 Soylab 防脫髮系列由癌症康復者研發，成份超溫和黑豆精華強化髮根，實證有效減少脫髮，精華清爽唔黐粒，頭皮即刻舒服晒。想夠髮，快啲去俏貓貓超市買啦！